长寿兄。敖乙看着李长寿手中已经渐渐成型的3株巨型清香，你这是做什么？稍后去上香拜拜祖师爷。哼，哎，无他，求个安心罢了。敖乙愣了一下，随后面露恍然。怪不得长寿兄能被选为功德代理，这给圣人上香的办法都跟我所见的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学到了，学到了。便在此时，那群老神仙回到玉台之上，依然在言说连环小镇之事，一个个谈性颇浓。倒是有一个中年面容的渡仙门天仙长老，此刻也忍不住站了出来。哎呀，这个小长寿啊，可不是阵法一道别具一格，他在丹道方面那也是。无忧道人捂着嘴一阵咳嗽，狠狠地瞪脸那长老，后者回过神来，连忙闭嘴。于是众老神仙的心底更纳闷了一些。离开自家小琼峰，赶回来参加门内大比时，李长寿特意拐去了百凡殿，为人教教主画像，奉上了3炷高香。今天这3炷香似乎发挥了一点作用。李长寿回到缓坡角落，维持风宇宙监察各处时，听到有关自己的讨论已经寥寥无几。玉台上的老神仙，河谷各处的弟子们，目光都放在了天罡36位的角逐之上。李长寿攥着那只灵宝白玉笛，开始慢慢的炼化。关注几眼在场边等待斗法的灵娥，发现灵娥状态不错，身旁又有99师叔陪着，也就不再多管。300年的月供九屋已经交给了李长寿，而且都是拿的炼阵积宝财。有了这一笔小横财，小琼峰综合大阵规划又能够提前完成大概 0.03 成。只是九屋师伯的算你赢承诺并没有兑现，稍后李长寿还是要去补上一场斗法。低头看着这根手中的白玉笛，李长寿也不由得略微思量，这个东西能换多少宝财呢？啊，玩笑玩笑，清完秦天君赏赐的灵宝，要真的拿出去卖了，那就是有意羞辱金鳌岛炼气士，估计是要被吊起来乱锤的。大阵是为了自保，毒丹也是为了自保，有灵宝护身，也能够提高自保的能力。而且我飞升之后，始终没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全部实力的宝物。等这根白玉笛炼制完成了，在它的末端弄一些灵兽毛，也能够客串仙柄，施展写经成法的神通。李长寿念及此处，手中的白玉笛顿时震了2下，传出了一股微弱的抗拒之意，心底忙将这个奇妙的想法打消掉，继续用心神安抚这只白玉笛的灵性。先上车，把它驯服好了，再说客串仙比之事。所谓灵宝，泛指自身产生灵性之宝物，有最基本的灵性，但是因为天道限制，后天灵宝并不能够化作生灵，也无法承载大道，威力远不如先天灵宝。先天灵宝、先天生灵多见于远古，那个时候天道还尚未完善，先天道而生的宝物生灵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道，生灵可以无拘无束的修行变强，宝物也烙印了天道之威。那是一个走在路上就能捡到灵宝的年代，那是一个随便找一个山头都是洞天福地的岁月，但同样那也是一个更为凶险黑暗的年代。大佬们都是懵懵懂懂，也没什么廉耻的概念，看见好的宝物就说与自己有缘，看见好的福地就说命里这就是自己的，对方不允那就做过一场，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现如今继承远古遗风最好的势力应该就是西方2圣的西方教了。
一句我看你与我西方有缘，人都能给你渡没了。李长寿心神瞎想着，继续炼化这只白玉笛。不多时，灵娥垂头丧气地从远处飘来，略微有些失落地坐在长寿的身旁，轻轻一叹。他此前输给了一位归道1阶的仙苗，也断了近36强之路。师兄！灵娥委屈巴巴地喊了一声，给其他疯弟子留一点面皮也是好的。李长寿传声，你才修道多少年头，在这里你年纪最小，已是让不少师兄师姐汗颜了。相隔半丈却传声，这大概也是小琼峰的一大特色了。灵娥眨眨眼，眼神顿时活泛起来。师兄，你在安慰我吗？约法3章啊。灵娥喜滋滋地笑着，盘腿坐在自己蒲团上，就想慢慢地再蹭过来，离师兄近一点点。地面这点草皮已经是快秃了。李长寿无奈地传声一句，现在已经有4050遍了。灵娥顿时顿住身形，那双大眼满是楚楚可怜，两只柔仪抬起来，小声道，师兄，你真的忍心看你小师妹这双手就此废掉吗？忍心。呸，写就写。灵娥顿时扭头看向不远处，李长寿淡定的一笑，等待着自己上场的时机。又1日后，门内大比来到了最精彩的天罡夺魁，这也是此次门内大比的尾声。场内的注意力此刻都被有琴玄雅以及排名前10的仙苗吸引了过去。玉台上的外宾和长老们也都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下面的这些弟子有没有可能出现明日的高手。有琴玄雅虽然资质出众，但今后的成长路上依然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能否抵达天仙境，此时谁都说不准。一时争锋不足贵，登顶山巅方称雄。天罡之争一开始，李长寿的归道境1阶修为就有些吃力了。他靠着土遁，使尽浑身解数，赢了3场，但是第4场就遇到了有琴玄雅。然而李长寿并没有给任何人浮想联翩构想小琼峰狼牙棒大战首席弟子的机会。玉简刚刚震动，我认输。场边的有琴玄雅愣了一下，随后对李长寿投来少许愧疚的目光。我其实这里的愧疚是为了什么？罢了，有毒师妹的脑回路我始终是搞不懂的。于是李长寿止步第18名，与他此前规划好的名次相差不多。小琼峰2个弟子，一个第18，一个39。齐元老的稍后估计是要给几位小琼峰已经确认仙师的祖师上香，好好的拜上一番。后面的斗法一场比一场激烈，门内大比也有了更多的高光时刻，但狼牙棒破冰而出的那一幕始终是后来者越不过去的巅峰。最终有琴玄雅一路过关斩将，摘得榜首之名。李长寿看完最后一场斗法，就借口去找敖乙告别，立刻偷偷地溜走了。果然不出他所料，有琴玄雅在发表自己得胜感言时，很认真地道了句，此次门内大比不免有些遗憾，未能与我最想切磋的师兄一同登台。此时正在远处云上与敖乙告别的李长寿心底不免泛起了少许感慨。终于自己对有毒的路数也渐渐能够预料到一部分了。长寿兄，你在门内安心修行就是。敖乙道，不必多担心，有些事。李长寿拿出一只宝囊，正色道，里面有几幅画作，算是我近来得意之作，还有一只锦囊，或许会对你苦恼之事有所帮助。记得莫要在人前打开。敖乙笑了笑，在怀中取出了2只传信玉符，递给了李长寿。
长寿兄，这2枚玉符可直接与我联系。若是长寿兄有什么要说的话，可用此物传达。李长寿将传信玉符接了过来，2个人相视而笑，在云上互作道揖。云雾苍苍，山高水远，与乙兄今日一别，自有再会。盼兄安康，早登仙路。随后一人一龙相视而笑，敖乙转身驾云赶向了那边正等候自己的金鳌岛一行。李长寿又远远地做了一个道揖，汉芷等几个小辈也各自还礼。此时正送金鳌岛一行离开的掌门季无忧也是含笑点头。掌门大人看着远处这个此次给渡仙门长了不少面皮的小弟子，想着接下来如何让他稳稳地度过成仙劫。总算是。李长寿驾云径直朝着小琼峰而去，他刚落在小琼峰上，自破天峰山下河谷飞出一片片白云，各峰弟子各自回返山头，有人笑，自然也就有人面色苦闷。李长寿稍作总结，见灵娥和对狼牙棒爱不释手的九九一同飞回，也就想着一同去找师父禀告喜讯。此前那么多大佬来小琼峰，师父竟然还能稳如泰山。如果不是李长寿早就发现师父正在床榻上呼呼大睡，肯定是要对师父刮目相看的。但是还没等灵娥飞回，李长寿的心神一跳，立刻生出了感应。此前接待过白衣骚客的海神庙似乎又来了贵客，于是李长寿用风雨咒对还在10多里外的灵娥传声：我突有感悟，先去闭关修行，你招待好九九师叔。灵娥立刻点头答应。李长寿转身飞向丹房，心神略作感应，那处海神庙中正有不少香客。此前跟着玉帝下凡的那名灰衣老者正在神像侧旁负手而立，身后带着2名天仙境的侍卫。李长寿定了定心神，心底推演几番此人稍后会说的话语，悄悄地启动了藏在这海神庙地下的指道人。与此同时，渡仙门之南3000里，那团浮着金鳌岛一行的白云上，敖乙沉吟几声，左思右想，此时已经忍不住将长寿兄给自己的宝囊拿了出来。他是对长寿兄的得意画作感兴趣，才不是为了看长寿兄给自己的锦囊妙计呢。嘿嘿。于是敖乙悄悄地驾云原地不动，几位金鳌岛金仙老天仙顿时投来一缕仙石，但也都是含笑不说什么。只是看看画作。敖乙咳了一声，取出2只画轴，看到画轴外侧写着2行注解，心情振奋，热血上涌，觉得自己抑制不住想去表达自身心念时，看此卷；心情颓废，提不起劲，觉得此生再无希望，龙生再无心爱之灵时，看此卷。敖乙想了想，先行打开了后者，看到了那句抬头诗：春花秋月何时了，残梦徐徐知多少。打开画卷，敖乙目光游移，那张少年面容顿时遍布红晕，下意识地紧紧闭上了眼，又忍不住睁开一丝缝隙，小心翼翼地瞧着上面的10多位各异美人。这难道就是人族繁衍迅速的原因吗？人族炼气士确实是有独到之处，但这对于还没有完全长大的我来说，实在是太……就听背后突然传来几声赞叹：这画工当真细致啊，人像栩栩如生，难得是有如此神韵。不错，确实不错。以我所见呢，难就难在这雅俗2字的兼备上。他的意思是，这画像上明明并未搔首弄姿，却能让人浮想联翩。敖乙的额头挂满黑线，扭头看了一眼，
却见几位师叔正无声无息地站在自己身后一阵品评。见敖乙支支吾吾，一时之间说不上话来。几个故意来捉弄敖乙的金鳌岛炼气士顿时一阵大笑。前方云上，秦天君也含笑注视着他们。一旁几个年轻小辈虽然好奇想过去，但又不敢如老一辈炼气士这般随意。敖乙师兄，把另一个也打开看看呗。好东西是要同享的嘛。来。敖乙来不及阻拦，也不知该如何阻拦。另一幅画轴已经被一位天仙境的老道拿去，几人凑过去，老道手一抖，这画卷迅速张开。原本热热闹闹的小片云上突然沉默下来，前方的秦天君嘴角也是略微抽搐。一位老道默默地卷起了2幅画轴，递给敖乙。几个人面色沉静，神如枯木，低头飞回前方的云上，一个个双目无神。敖乙好奇地打开看了一眼，见了其上那白眉老后4个字，也是哑然失笑，不敢多看。也就长寿兄这般妙人，才能有这般天马行空之神思。随后敖乙趁机将那只锦囊给摸出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只木牌，其上赫然写着7个大字：强求不得，换一个。敖乙略作思索，负手轻叹，随后便振作精神，将2幅画卷和锦囊收了起来，朝着面前飞去。再看汉指诗之时，目光变得澄澈且洒脱。